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这堂课我们来到城市的街头，这里充满着各种声音。如果观音法门修得好，认出了文性与声音的差异，也就是可以分出能与所，那么在这样的街头上行走溜达，时时刻刻都可以修炼，处处都可以保持镇定的状态。到了那时，走在热闹的街就在修行，而别人完全看不出来。到了这个程度，修行也不用只是静心静坐了，这就是观音法门厉害的地方。现在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很神奇，但要到达这样的程度并不困难，只要简单的步骤和仔细的体会，加上不断练习，日子久了就可以达到。打坐、静坐或有人称为静心，是修行一开始必要的过程。盘腿静坐有各种好处，不只容易让人静下来，对于人体能量的聚集和流通也很有帮助。静坐时屁股记得加个坐垫或枕头，腰椎自然伸直。但如果你真的感觉很不舒适，可以在腿麻的时候换回一般的坐姿。静坐虽然非常重要，但真理和道不在坐上。不要学了静坐又执着坚持在静坐上了。静坐只是一个让你练习定的工具而已。只要你得正定了，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花太多时间在静坐了，因为你可以在行住坐卧间都可以保持在同一个状态。那时如果整天静坐，反而是在偷懒了。但反过来，初修的同学们如果不静坐，就是在偷懒哦，还是乖乖每天安排一点时间静坐吧，那对你的修炼是有帮助的。在《楞严经》的场景中，最后佛陀请25个菩萨来分享他们的修行方法。于是25个菩萨分别报告了他们所使用的法门，这就是25圆通的由来。最后佛陀问文殊菩萨哪个方法在娑婆世界最容易成就。文殊菩萨说：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是以文中入。文殊菩萨直接推荐了观音法门给娑婆世界的众生。只要你可以体会出观音法门所说的文性，并常住其中，那么就可以得正定，也就是三摩地，进而悟道。阿无会的法门很多，而这就是我在琥珀第一个教大家的方法是观音法门的原因。就让我们先来看一遍观音法门的经文吧。世尊，意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
尽文不住，绝所绝空。空绝即圆，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这就是观音法门全部的经文了。这是以视频影片的方式呈现，所以念一下就过去了。想要慢慢看经文的人，可以自己上网查，或是去买一本《楞严经》吧。该书最主要的功能是，晚上睡不着失眠的时候，拿起来翻一翻，很快就会睡着了。该经典可以对治现代人失眠的症状，这个很多大师和治疗失眠的医师都不知道，这么好用，还不赶快买起来？好啦，阿吴又在逗你笑了。阿吴的意思是，经典还是要翻一翻看一看，但也不要太执着在文字里面转不出来。自己在阅读佛经时，有些叙述性故事的地方可以扫过带过，知道意思就好。但如果是讲修行方法的地方，就要一个字一个字反复琢磨体会，就像观音法门的经文一样。所以自己要知道怎么阅读经典。如果你坚持像学者研究那样逐字阅读，每个字都要知道意思和出处，那就很可能会帮助你睡眠，或是一辈子困在一本经典了。我们是在修行，是在学身心的转化与提升的方法，不是在做历史与文学的研究。现代每个人的时间都很有限，修行的重点要画对，不然又是瞎忙一场了。很多修行者都是如此，宗教场合也很多，阿吴总是不忍直视，最后总是佛学或灵性知识很丰富，修行程度却很贫乏。哦，阿吴是不是又讲太多了？可能又不小心被喂食诚实豆沙包了。关于观音法门，阿吴最多也只是教大家到观音法门经文的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里就差不多了，因为这就是初学者最多能到达的地方。状况和条件好的修行者最快到这里大约要2-3年的时间，所以说到后面也没什么意义，那和你现在的状态完全没关系。等未来如果有人到达那儿，阿吴再来说明吧。是说如果你能到达那个阶段，以后也许也不用阿吴教了，自己体会就会知道了。有些老师、法师讲观音法门的内容是错误的，都没有实际到达那个境界，没有实修过，就一文解义的解释。观音法门，甚至任何法门，岂是能几页甚至几行文字就能说通透的呢？大家想想，这可是观世音菩萨最初悟道的方法。经文虽然简洁有力，但每个字的境界都是经过日日夜夜的体悟而来。菩萨说的很简单，却是几辈子的时间的产物。这些修行中的境界与修为，岂是一般人看看文字翻译就能了解的呢？所以阿吴只讲到大家有办法可以理解的地方，也就是经文前面几个字而已。这和大家的期待可能不一样，但你先能到达这个境界再说吧，后面的内容说了你也听不懂。阿吴上课很实在，只说真话。如果想要今天开第3眼，明天得定后天悟道的人，请转别的频道哦。阿吴这里不卖药，只说正法。正法也许不会那么洒狗血的吸引人们注意，却会吸引真正的求道者的前来。如果阿吴只想赚钱赚流量，就只讲吸引力法则就好，说如何吸引财富，如何吸引爱情，如何变得更幸运和越来越有桃花运就好。这样就迎合了多数人的胃口，这样就掌握了流量密码了，何必在这里那么辛苦地引导大家呢？这里的正法是指以得定悟道为目标所说的方法，我不是指其他方法都没有效果，或全都是骗人的。有人为了财富修法，有人为了健康修法，有为抵御所谓外灵用的方法，有为想成为伏击的专门方法。想通灵也有通灵的方法，只是民间的通灵大多是你的意识程度到哪，通的灵也就差不多那个水准。
不管你想达到的目的会不会成功，这些都是方法。阿吴时间有限，制作这个影片那么累人，当然是直接端上主菜给大家享用了。主菜不吃却吃零食，会被妈妈骂的哦。但大家也不要被吓到了，以为修习正法一定要很久才会有成果，那你又错了。时间是相对的，可以是永远，也可以是当下，可以是未来，也可以是现在。这并不取决于你头脑的智力，而在于你有多强的意愿和勇气。只要你够有决心，心甘情愿放弃所有一切你所拥有的，这样又听闻正法，其实很快就能有所成就。所以修行者们，如果你问我要多久才能有成果，阿吴就要反问你到底有多强的意愿和勇气了。好了，让我们说回观音法门吧。各位放心，既然文殊菩萨也推荐此方法位，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因文，欲取三摩地，实以文中入，那么就必定没有错。地球人修行以观音法门来当一个主要的方法，绝对没有错。可以再辅以搭配其他的方法，构建出自己某个时期的修行组合。修行有点像健身运动，人们健身都会设计出自己某个时期的健身计划表、健身组合。例如，星期一练胸部和二头肌，星期二练三头肌和大腿等等，并且每一个训练的组数与重量是多少都会记录并持续做滚动式的调整。如果你认真一点，还会设计菜单，规定自己要摄取多少蛋白质，吃多少碳水，总共多少卡路里等等。如果想让身体健康健美都要这么认真对待了，你觉得修行不需要稍微规划一下吗？如果你学生时曾为升学考试费心费力熬夜苦读，如果你曾为国家考试日日都到图书馆报到，如果你曾为职业证照花钱买教程，拼命背题库，那么你觉得在生生世世生命长河的游戏主轴，从无意识变得有意识，从被困在轮回到得到解脱，不需要你认真的如健身或考试那般做点计划和认真去执行吗？每个人修行当然需要根据自己的状况定出计划，执行后再反省检讨，依据状况再稍微更改一下计划，再继续执行。修行又像烹煮菜肴火候的拿捏，随时要觉察自己当下的身心状况并做调整。你平常在家一个人静坐静心时可以用那些法门，如果太过昏沉想睡觉，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如果思想太过旺盛开始散乱了，有哪些方法可以来对治？平常上班工作时可以采取哪些方法？休息时又有哪些可以练习？当然，如果你观音法门修得好，其实可以用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一招打天下也未尝不可。就像之前说过的，会了一个法门后，很容易触类旁通，其他家的也跟着一起会。但这是修行中阶的事了，初修者还做不到。何谓初修者？对阿吴来说，未达到正定都是初修者，都还是初学者，不管你修了几年。有人可能学了一辈子，俨然是修行的老前辈了，老修了，但在阿吴看来依然还在新手村游荡。而有人学了几年，已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外表不重要，在震动的能量世界里没有秘密，一切都无所遁形。初学者口袋里还是需要有几种工具来对应不同的情况的，以一个为主要修行的方法，其他修行方法可以辅助用来搭配组合。观音法门就是特别适合当做修行的主要法门之一哦。上一堂课阿吴出的回家作业，有关设法还原物品为中性的练习，大家有练习吗？没练习的同学要加油了，下堂课我们要开始讲到观音法门的实际练习方法了。
虽然还没讲到经文的内容，但相信有同学已经注意到，阿武已经在上观音法门的课喽。这个法门也是设法要你体会出你能听的功能，也就是闻性，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这和人们的日常习惯感知的方式有点不同，所以你需要在学习前多练练和多建立起中性这个概念。你看到的事物或听到的声音基本上都是中性的，是你赋予了它意义。有人看到一把菜刀会害怕，因为联想起他昨天看的恐怖电影；有人看到菜刀会开始分析它的材质与设计，并评论它是否好拿来切菜，因为他是厨师或是常煮饭煮菜；有人看到菜刀会开始研究它是否能拿来当防卫的武器。菜刀是中性的，却被不同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再一次，赋予意义并没有不好，这其实是创造的过程。问题是，你是否觉察并有意识地在做这件事？不要太有自信，觉得自己很有意识，觉得自己很清醒。要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在做梦；要有意识，第一件事就是承认自己无意识；要有智慧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未得定以前的人们都是无意识的，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辗转轮回的。菜刀这个比喻很简单，但各位要去深思这里面的意义，这里面包含了解脱生死的奥义。首先你要觉察自己赋予事物的各种意义和情感，再来你要把这中性的事物和你所赋予的分开。于是你看见了事物本来的样子，你也要开始去转化你赋予意义的根源。这就是修行全部的内容。你要先用头脑知道，然后你要去思考这个赋予在你的人生代表什么重大的事情，对你有什么影响。这就是这次大家要回去的功课，去思辨一下事物的中性和你的赋予意义对你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拿一张纸把它写下来，不要偷懒哦。大家可以留言讨论或分享一下你们的心得。下课，下次见喽，拜拜。